当你在深夜焦虑 AI 会不会在明天早上砸掉你饭碗的时候，新加坡政府已经默默砸下了重金，准备给全国人民的技能来一次大升级。但这可不是什么普发福利。你平时坐在冷气房里，看着 ChatGPT 几秒钟写完你憋了一晚上的报告，或者大模型瞬间吃透几十万字财报，是不是后背发凉？以前觉得 AI 只是聊天机器人，现在连 CopyTM 里喝着 Copy 的安哥都在新闻里听到 AI 取代人工的播报。 AI 海啸早不是科幻未来，它已经淹到了脚踝。就在大家觉得要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政府宣布了一项天文数字的财政预算案，整整1550亿。这笔钱不仅用来搞基建，更是直接砸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脑子上。从金字塔尖的精英到樟宜监狱里的囚犯，一个都不落下。为什么政府比你还着急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你的工作在未来3年内会被 AI 取代吗？带着这个答案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在新加坡，我们没有石油可以挖，没有腹地可以退，唯一的资源就是人。面对每个月雷打不动要扣的 CPF 和几十年要还的祖屋房贷，如果你的技能被 AI 取代，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而是整个家庭在物价飞涨下的生存底线。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强推国家 AI 战略 2.0， 并且不断加码 Skills Future 技能创前程计划。这1550亿的投入背后，逻辑很冷血也很现实。你看一眼地图就知道，全球科技巨头的数据中心密密麻麻扎根在新加坡，叠加我们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，如果不靠 AI 大幅拉升生产力，经济增长就会停滞。但如果本地打工人驾驭不了这些算力，反而被廉价高效的 AI 挤出就业市场，整个国家的经济引擎就会直接熄火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选择题，而是一场国家级的生存保卫战。在这场技术革命里，新加坡输不起，你我也输不起。但在这场保卫战里，谁才是最容易被淘汰的替罪羊？很多人以为 AI 最先淘汰的是外卖小哥或者流水线工人，但残酷的现实是，坐在冷气房里处理邮件、写常规报告、做基础数据分析的中层 PMET， 也就是专业人士、经理、执行人员和技术人员，才是最危险的群体。特别是40岁上下的中年白领，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，拿着不上不下的薪水，体力拼不过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引以为傲的经验又很容易被大模型降维打击。当你发现新来的实习生用 Copilot 在10分钟内跑完你需要做一整天的数据透视表，还能顺手生成一份精美的商业 PPT 时，那种危机感是极其真实的。为了堵住这个就业缺口，政府在 Skills Future Level Up 计划里，专门给4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发放了4000新币的额外补贴。请注意，这不是让你去学泡咖啡、学插花或者烘焙的休闲金，而是让你在被 AI 淘汰前，赶紧去考取硬核技能文凭的保命符。你登录网站就会发现，这笔钱只能用来报读特定的全日制高阶课程，或者理工学院的专业文凭。除了学费补贴，政府甚至还提供了每月最高3000新币的培训津贴，最长可以领24个月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安心脱产学习，重新武装大脑。政府的账算得很精，与其以后花更多的钱去救济失业大军，不如现在掏钱逼着中年人走出温水煮青蛙的舒适区。如果你刚好在40岁上下，你会用这4000新币去学什么抗衡 AI 的技能？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计划。其实，政府的焦虑不仅停留在中年白领身上，为了确保真的没有一个人掉队，他们甚至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最边缘的角落。你没听错，连樟宜监狱里的囚犯现在都在系统性接受数字技能和 AI 基础工具的培训。黄丝带计划已经把数字化学习室搬进了高墙之内，狱警会协助囚犯使用平板电脑，学习基础的数字素养，甚至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找资料。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？政府的账算得很明白，如果这些囚犯刑满释放后，发现外面的世界连点餐都要扫码，找工作全靠线上系统，甚至 AI 出筛，而他们完全与 AI 时代脱节，那就根本找不到工作。一旦无法融入社会，再犯率必将飙升，这最终只会增加社会的维稳成本。所以，给囚犯做 AI 培训不是在做慈善，而是在提前扑灭未来的社会风险。不只是囚犯，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零工经济工作者也一样被纳入了安全网。政府通过提供培训补贴，鼓励他们在等单的间隙用手机刷微型课程，积累转型的资本。
当高墙内失去自由的人都在努力不被时代抛弃时，当风吹日晒的送餐员都在见缝插针的学习时，坐在办公室里的你，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学习新技能太累？这已经是一场无死角的残酷淘汰赛。那么面对这场海啸，我们普通打工人到底该怎么保住饭碗？千万别搞错方向，普通人不需要去学怎么写大模型代码，那都是极客和顶尖科学家的事。你去卷底层算法，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。普通打工人的唯一出路，在于把 AI 无缝融入你的日常工作。你的核心竞争力，永远是你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领域知识。AI 不会直接淘汰 HR， 但熟练用 AI 的 HR 一定会淘汰不用 AI 的 HR。比如，你是做 HR 的，你要学的是如何用 AI 快速筛选上千份简历，并针对不同候选人自动生成精准的面试问题。如果你是做营销的，你要用 AI 瞬间生成几十套文案，再用你的专业网感去挑选最优解。如果你是中小企业老板，你要学的是如何利用 AI 优化库存管理，预测销售趋势，把成本直接砍掉一半。在这个公式里，你的行业经验是前面的1，AI 是后面的0。没有你的经验把关， AI 生成的不过是看似正确的废话。但有了你的经验去精准提示，去纠偏， AI 就是你产出翻倍的超级杠杆。所以，把你现有的行业经验作为基石，把 AI 当成放大器，这才是你在这场海啸中真正的护城河。新加坡政府一口气砸下1550亿，给了几千块的补贴，建了完善的培训平台，连监狱里的囚犯都安排上了。这相当于把最高级的救生圈直接扔到了你面前。但政府能给的只是子弹和防弹衣，真正要在 AI 时代扣动扳机，杀出一条血路的，只能是你自己。如果你自己连伸手去抓的动作都懒得做，淹死也只能怪自己。记住，时代抛弃你的时候，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有了真实的危机感，或者哪怕只是让你决定今晚去登录网站查一下自己的 Skills Future 余额，那就请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会持续为你拆解科技背后的财富与生存逻辑，帮你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时代找到确定性。别等海啸淹没头顶才想起挣扎。我们下期见。